拿着傻白甜人设的剧本，我被安排进丧尸围城的恐怖逃生综艺，顺手捏爆丧尸 NPC 的假眼球，我感叹这道具做的，镜头对上来，我硬生生挤出2滴眼泪，也太逼真了。英英，导演组，他知道他演得很假吗？直播间的观众给人一种林黛玉倒拔垂杨的弱流感。继我参加姐姐的厨房、进击的衣橱、看看远方这几个综艺黑红之后，经纪人春姐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恐怖综艺剧本《丧尸围城》。我翻看着剧本，春姐，人设还是傻白甜吗？我们真的不用换一换吗？不用，你不懂，傻白甜最受欢迎了。春姐自信一笑，只要你一个人设吃到死，观众就会相信你是真的傻。但我也不甜啊，主要是在姐姐的厨房里，我凭借着高超的厨艺炸掉了厨房。在进击的衣橱中，我被吐槽哪里来的那么多丑衣服。在看看远方的活动中，我又不小心的把团队资金给弄丢了，害得队友只能向路人求救。因此，我直接一连几个月霸占黑榜热搜，都是剧本安排。当然，除了我的那些丑衣服，我自己觉得挺好看的。你放心，这个综艺之后你可以更火。春姐信誓旦旦。我微微叹气，是更黑吧？算了，春姐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当年把我从黑资本手里解约，付了高额的违约金。既然现在死心塌地跟他单干的话，还是听他的吧。傻白甜就傻白甜呗。当然，我这个傻白甜的人设已经被网友们吐槽过很多次了。这次参加丧尸围城的综艺，依旧是群嘲一片。真的服，怎么哪都有软秋秋啊？我有厌蠢症，这综艺肯定得废，气了。你们能不能别那么早下定论啊？我们秋秋很可爱的，好吧？最后一句肯定是春姐的小号。关掉手机，我走到嘉宾区，礼貌地对着其他几个嘉宾笑了笑。傻白甜人设 get 到底。丧尸围城的综艺算是恐怖综艺第3期，常驻嘉宾是老常客卞莹，还有一个在第2期就出现过的转行爱豆季仙，势头正盛的唱跳小花苏莹，退役的游泳健将李大理，新晋的影帝男神陆清野。卞莹大辣辣的给我们递着绑带，就是说我依旧拿不出3个亿的违约金。季仙哈哈一笑，卞莹姐，我觉得还行，主要是导演组给的多。苏莹跟着笑，视线向我看过来，刚以为他要过来和我说话，接着就越过我，俏皮地站在陆清野身边。陆老师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少女的星星眼直接萌化了直播间的一众观众。陆清野是圈内独一份的存在，美人，每次眼尾赤红的时候，总能把深情演绎的独一无二，网友都想票他演兄弟情中的美人公。我不一样，我投了清冷瘦一票。他对着苏莹淡淡点头，谢谢。性格有点高冷。苏莹突然有些尴尬，李大理憨憨地薅了下头发，我也是陆老师粉丝。僵局打破，导演组也颁布了我们团队的任务，在一整个丧尸爆发的城市里，我们作为求生者，干掉丧尸王，找到免疫者，抵达安全区。因为前2期综艺的大爆，这次第3期包的场地直接是个微型城市，占地40万平方米，大概有个大型游乐园的面积。四周都是看着残破但坚固的叙利亚战损风建筑，而我们每个人都穿上了统一的改良作战服，还有枪。我玩着仿真 AK-47，开始跃跃欲试。别说，道具组真良心，好刺激啊！陆清野把掉落的彩色子弹递过来，剧本设计，近身格斗的话，就抠掉丧尸胸前的生命石。看着陆清野额前的碎发，我想到了春姐兔的谆谆教诲，睁大眼睛，这样的吗？谢谢陆老师提醒。直播间里，刚有点代入感，又被阮秋秋搞出戏了。导演组大声告诉我，他必须最先出局。这都什么年头了，最讨厌傻白甜了好吗？卞莹拿着城市地图开始商量路线。城市里几个重要地点，学校、医院、超市、防空洞、中央大楼、安全区，我们只要依次找过这几个点，就一定能完成任务。我乖巧点头，卞莹姐说的对。苏莹看我一眼，拿过卞莹手中的地图，我觉得不能这样走。我眨眨眼，明白了，对照组。苏莹纤纤玉指在地图上乱画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找到免疫者吗？防空洞是安全据点，我们先找到免疫者，再干掉丧尸王的概率会大点。此刻直播间飘了满屏，能不能把阮秋秋踢出局？在这里什么都不会干，后面肯定需要我们清野哥哥去保护他。我们小莹莹脑子好好用啊，不像某些人。我就看看这一期到底谁能走到最后，据说这期可没有什么复活，被丧尸咬一口就直接出局了。看着苏莹自信满满的样子，我看着路线图并不赞同。刚想开口，身后一道清冷的嗓音，我不这么认为。陆老师有什么想法？季仙看过来。陆清也继续开口，防空洞在整个城市的中央，如果第一个地点就要去防空洞的话，那么势必会路过学校和医院。假设丧尸王真的在这2个地方，我们打算最先接到免疫者的设想就不成立。我眨眨眼看向他，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，这是居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况且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免疫者就在防空洞里。空气安静，苏莹又一次被服了面子，脸颊泛红。李大理呵呵一笑，挠挠脑袋，那就按照卞莹姐的规划走呗。节目组准备的道具车
居然是景区的观光车。正好6人座，季仙负责开车，卞莹坐在副驾驶，陆清也上了第2排，苏莹立马坐在了他身边，我跟李大礼就坐在最后一排。车缓缓启动，我拿出枪开始试子弹，一颗子弹打在了路边的墙上，溅开了红色的色粉。苏莹不满地回头，阮秋秋，你别浪费子弹，待会儿真遇见了丧尸没子弹了，可就没办法了。他在针对我。我耐心解释，观光车的2侧不是封闭的，所以丧尸近距离攻击的话，我们可能很容易出局。提前准备，可以远距离提前干掉。驾驶座的季仙闻言嗤笑一声，难不成你以为导演组会安排很多的丧尸过来围攻我们？不可能，经验之谈，开局绝对不会这么。季仙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随后就是急刹，伴随着他的一声哭爹喊娘的嚎叫。妈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扶稳座椅，看向不远处，四面八方的丧尸向这边涌过来，因为街道狭窄，明明才小几十个的 NPC， 偏偏营造出一种千军万马的气势感。个个都是衣衫褴褛，走路姿势千奇百怪，面上妆容血刺呼啦，还有掉出来的眼球，看着是挺瘆人的。陆清也蹙眉，拿枪。随着他的一声，我手中的枪已经射出子弹，打在了为首的丧尸身上，生命石被污染，丧尸瞬间倒了下去。苏莹慌忙拿出枪，弹匣却一不小心从观光车上掉了出去，就在丧尸部队的面前。啊！我的弹匣，别去捡！卞莹拦住他，转头看向季仙，后面没路了，前面弯道漂移。陆清野也掏出枪，干脆利落地对着一群丧尸射击。红色的子弹在丧尸胸前绽开了花，一个接着一个倒下。李大礼的准头也不错，射飞了几条胳膊腿。弹幕炸了，卧槽，有末日那位了！呜，我们家青野哥哥好帅，爱了！不是，你们难道没人发现阮秋秋的射击姿势也很帅吗？季仙按照卞莹的指示，在我们干倒一大片的丧尸之后，直接从侧边开过去，来了一个干脆利落的漂移。漂亮！车身侧的护栏一松，下一秒我在地上打个滚，猛了！等等，季仙这个漂移是把我甩出去了吗？阮秋秋！卞莹焦急地呼喊，在不远处，四面八方的丧尸像是捕捉到目标似的向我涌过来。先前几十个的丧尸虽然已经剩下来不到10个，但像我一个人围过来，还是多少有些压迫感。李大礼有些着急，阮秋秋的弹匣空了。大礼哥，你别去！苏莹拉住他，只要被 NPC 嘴唇或指甲上的色粉沾到胸前的生命时，我们就会出局的。你不去，我们只是失去一个队友；你去的话，就是送人头啊！弹幕飘了满一屏，苏莹说的话虽然残忍，但很有道理啊。末日先斩圣母，大礼好暖心啊！等等，你们看阮秋秋，虽然有好几个丧尸将我团团围住，但按照设定，他们行动迟缓，勉强，我还能用子弹近距离击倒。一张血肉模糊的脸突然从侧边伸过来，我心口一跳，耳边闪过陆清野的话：手起，在和丧尸近距离的20厘米范围内，瞬间抠掉了他的生命石。眼前的 NPC 腿一弯，倒了下去。我松一口气，刚想转身，便听到了卞莹的叫声：小心身后！一颗子弹擦过我的发梢，在身后的肉体上炸开。我一愣，看向身侧缓缓倒下的丧尸。陆清野单手支着观光车的护栏跳出来，拆开弹匣，这一波攻击结束，找物资吧。可恶，居然有点酷！直播间内沸腾了，呜，真的吓死我了！我靠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见阮秋秋从车上掉下来的瞬间，捡了苏莹不小心丢掉的弹匣，然后丧尸围上的时候直接开枪，有点帅是怎么回事？救命！青野哥哥也好酷啊！变天后的善良真的是贯穿全季综艺啊！苏莹的弹匣我面不改色的拿了，不准备还给他。卞莹慰问过我之后，就开始在四周寻找物资。陆清也说的没毛病，我们的子弹都用的差不多了，能够承受这一波攻击，肯定承受不了下一波。而且前面就是学校，在里面肯定能找到相应的物资。我的注意力不自觉转移到眼前地上兢兢业业躺着的丧尸 NPC 身上，蹲下来戳了下突出的血肉模糊的眼珠。嚯，假的，还软软的。下一秒，血肉模糊的眼珠到了我的手心，原来是用硅胶和红色药水做出来的史莱姆类的道具。呜，好解压！我感叹这道具做的，一时没把持住，我不小心捏爆了，红色的血水在手心摊开，四周空气凝滞，多双视线投过来。我愣了愣，看着对面不远处摄像头的红点，脑海里是春节耳提面命的傻白甜人设，是不是有点崩了？我硬生生对着摄像头挤出2滴眼泪，吸吸鼻子，做的也太逼真了，嘤，空气凝滞。面前的几位导演组，他知道自己演得很假吗？直播间的观众给人一种林黛玉倒拔垂杨的弱流感。我们找物资，找着就进了学校。季仙拿着从桌子抽屉里翻出来的子弹，闪到了我身边，恭敬地把存货递上。我有点疑惑，啥意思？先讨好一下你。季仙挤眉弄眼，经验之谈，看上去最垃圾的人，最后一定会是大 boss。
哦，谢谢你。观众笑了，满屏飘起了梦回上一期。哈哈哈哈，季仙是懂得抱大腿的。电影走过来就找到些子弹，大家分分吧。收拾收拾，准备去下一个地点。众人点头。啊，阮秋秋你！苏莹突然尖叫。我一愣，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向自己的作战服，左腰处有一片染着紫色的色粉，还有蔓延的趋势。道具组准备的道具很良心，因为材质特殊，所以在丧尸 NPC 的嘴唇指甲处的色粉，如果沾染到作战服上，会逐渐蔓延开，一旦染到生命时的话，我就得变异出局。干！一定是刚刚跟丧尸近身作战的时候，不小心沾染上了。节目组真 TM 不做人。季仙看到我的伤口，立马蹦出2里地，同情的看我。我收回刚刚的话，是我看错人了，顺带抽走了刚刚给我的1盒子弹。便银蹙眉，下一个地点是医院，我们或许能从医院里面找到缓解药品，只要拖时间到找到免疫者，秋秋还是可以被救的。李大理纠结地看了一眼季仙，是啊，况且秋秋意外，也是因为李大理还没说完，罪魁祸首季仙就低下了头。苏莹适时的添油加醋，如果秋秋的生命石被污染的话，我们也会存在危险的，弃掉一个人总比团灭强。说完，苏莹又看向我，阮秋秋，你也不想大家因为你为难吧？道德绑架，这绝对是道德绑架。弹幕也是一片的附和，对，苏莹很理智的。阮秋秋这个样子，本来就是拖团队后腿了，还不如趁早出局。我早就预言过了，阮秋秋绝对会第一个出局。不是，你们瞎呀？看不出来这是在故意针对吗？看着面前几人复杂的神色，我心下叹一口气，又从季仙手中抽回弹匣。这样吧，你们依旧开车去，我自己去医院。在苏莹得意的目光中，我背上枪，逆着光向学校门口走去。别说，这个时候要是配上雇佣者的背景音，绝对很带感。去吗？配吗？这褴褛的披风，站吗？站！等下！枪杆横在我的面前，陆清野的嗓音淡淡。我一愣，停步，跟着吧。陆清野走到车前，语气不容拒绝。如果半路异变的话，一枪崩了就好了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在上车出发去医院的时候，陆清野主动坐在了我的身侧，李大理就坐在陆清野的位子。我低头看看腰部的色粉，逐渐在向生命石靠近。而我们刚到医院门口，就又有一大批丧尸围攻过来。我轻车熟路地击毙了不远处的丧尸，陆清野搞定近身围攻的丧尸，搭配得很有默契。这一波丧尸解决的速度便比之前快很多。我平复心跳，陆清野在身侧漫不经心地擦拭着枪杆，眼角瞥见他生命石附近的色粉，我一怔，陆老师，你，秋秋。卞银喊我，比了个大拇指，你的枪法绝子，练过。心思还在陆清野身上的色粉上，我视线又一次朝陆清野的胸口看过去。等等，色粉呢？消失了。卞银又叫了我一次，我笑笑回应，以前会玩很久游乐场的打气球。李大理好奇地看过来，一次打多久？打到老板哭着求我不要再打了。卞银6，直播间的观众有些沉默。别说阮秋秋这枪法，我真的信。阮秋秋，我低审。服了，刚刚阮秋秋总盯着我家清野哥哥的胸看什么？苏莹没找到插话的地方，看了眼我快要蔓延到生命时的色粉，满意的勾了勾唇，想我快点出局。我微微扬眉，怕是不能让他如愿了。四下散开找药品和免疫者，因为之前是陆清野提议带上我，所以在医院里自然而然的他就跟在我的身侧。2楼的楼道很黑，依稀只能看到安全通道的绿色荧光指示牌。李大理在前面探路，2楼的尽头有配药室，我先去看看。我也去。卞银跟上。凌乱的脚步声后是突兀的清脆的门咬住锁舌的声音。漆黑的房间里只有幽幽的摄像头的红点。我放下捂着陆清野嘴的手，歉意轻声，冒犯了，陆老师。他不语，清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你是免疫者，对吧，陆老师？我仰脸和他对视，他视线颤了颤，依旧不说话。直播间里飘了一片的问号，什么？我错过了什么？看清野哥哥的表情，他真的是免疫者。漆黑的夜，空的房间，好暧昧啊，这个氛围，阮秋秋怎么看出来的？我靠，笃定猜测。我继续开口，设定是免疫者只可以救一个人。你救我，怎么样？半晌，陆清野薄唇微起，理由？我的枪法你也看到了，是一个合格的队友。我并不认为除了我之外，别人有能力把你送到安全区。为了确保你的安全，我会隐瞒你的身份。陆清野闻言轻笑，并不做回应。那只能拿出终极杀手锏，能成功把免疫者带到安全区是有100万奖金的。我看他伸出5个手指头，金钱诱惑，分你50万。看他不为所动，我看了眼快要暗淡的生命时，一狠心55万。沉默，60万，不能再多了，我还要交税。监视器前的导演组，当我们不存在。直播间的友 M， 我一开始还以为人阮秋秋很有野心，很有谋略。共青团点评，交税意识，特此表扬。漆黑的房间里寂静了片刻，成交。下一秒，
带着体温的怀抱向我靠近。我身体一僵，就感受到他呼在我颈边的气息，身前是清浅的薄荷皂香。生命石相处，我暗淡的生命石又重新亮了起来，连带着色粉逐渐消失。原来免疫者救人的方式是拥抱。陆清也懒懒地收回手，靠在墙上，唇边带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合作愉快。我深呼吸，平稳了下狂跳的心脏。妈的，这位清冷瘦笑起来，怎么还挺勾人的？直播间惊了，卧槽！突然觉得陆清也和阮秋秋配一脸血是怎么回事？我是毒唯，不准磕不准磕，呜呜！我要是阮秋秋被抱这么一下，我绝对10年不洗澡。听到门外的脚步声，我到病床的床头柜四处乱翻，终于翻出来一瓶高锰酸钾的药粉。在做什么？我边往身上撒，边回道：不是要隐瞒你的身份吗？我突然痊愈，肯定会被怀疑的。感谢导演组特地准备的道具。陆清野，导演组拍桌，道具组，你给我出来！道具组哆嗦，别骂了，别骂了，想配紫药水的网友们，啊哈哈，好溜！收拾好现场，门外的脚步声伴随着季仙和苏莹的窃窃私语。季仙的声音泛着哆嗦，不是找药品的只有李大理和卞莹姐吗？陆老师和阮秋秋呢？去哪了？苏莹烦躁，不知道。阮秋秋不会已经变异，然后把陆老师解决了吧？应该不会，陆老师枪法很准，肯定能直接崩了阮秋秋。我跟陆清也示意了一下，我们打算出去。又听见季仙胸有成竹的打包票，你放心，该有的丧尸已经在门口被我们给解决了，这个楼层绝对不会有丧尸的，只是医院里面有点黑啊！妈妈啊啊！季仙的尖叫伴随着苏莹的尖叫此起彼伏，杂乱慌张的脚步声之后是丧尸特有的喉间的嘶哑低吼。曹，这季仙嘴是开过光还是怎么的？我拿起枪，刚准备拧开把手的瞬间，陆清野的手附了上来，阻止，别动，仔细听。我一愣，凝了呼吸。一门之隔，丧尸的脚步迟缓但有力，子弹炸在肉体上的声音之后，行动速度并没有变缓，跟在学校门口的那波丧尸完全不一样。我蹙眉和陆清野对视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：丧尸会进化，意思就是只有一枪准确地打在生命石上，否则就是浪费子弹。但我们的子弹在医院门口应对那一波丧尸攻击之后，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季仙和苏莹的尖叫越来越远，看样子是已经跑到了1楼，暂时安全。听门外的声音，像是一个个丧尸拉开病房的门，然后在楼道中迟缓地行走。我们暂时还出不去。陆老师，我出声，合作一下。他看过来，眸中深邃。四周漆黑，清晰的是指甲在墙上、门上划过的声音。我迅速开门，拉进一个丧尸，瞬间抠掉了他的生命石，又是咚的一声，关门。丧尸乖乖倒在了地上。陆清也看着我继续翻箱倒柜，你觉得能行吗？能了吧？我找出口罩和手套，给丧尸小心戴上，掂了掂生命石，又给他安了回去。丧尸在我炽热的目光下，终于顶不住，缓缓睁眼。我甜甜一笑，捏着他的耳麦，问个问题呗。丧尸眼睛一闭，歪过头去。我干脆盘腿坐在他身边，谆谆教诲：你看啊，现在呢，你接收不了导演组的讯号，而且给你戴了口罩和手套，丧尸毒也伤不了我们，干脆招了呗。监视器前的导演组，直播间的网友们惊掉下巴，还能这样？道具组马不停蹄地赶来挨骂喽。丧尸 NPC 很敬业，还是一动不动。我悠悠地叹一口气，漫不经心道：据说为了让所有丧尸 NPC 能够迅速接收死亡讯号，生命石抠掉的瞬间是有微小电流的是吧？丧尸没动。我乖巧地眨眨眼，要不抠着玩呗。弹幕飘起了满屏的666。丧尸终于忍无可忍，爬起来。我全都招。在丧尸友友的配合下，我和陆清野成功地找到了被困的李大理和卞莹以及物资堆放处，然后跳上了在绕着医院转圈圈的车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刚刚在遛丧尸玩，边尖叫边遛。又从超市搜刮了大批量的物资，破天荒的没有见到丧尸，我们一路向防空洞开去。苏莹回过神来，看向我腰间的紫色，阮秋秋，你的丧尸毒缓解了？还没来得及问，刚刚在医院，你和陆老师后来跑到哪里去了？季仙开着车插嘴道：是啊，你们突然就不见了。沉吟了下，我乖巧的微笑，护士站旁边的配药室，想着能不能找点药品的，果然就找到了。苏莹疑惑地看着我腰间的紫色，颜色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呢？说明丧尸毒被缓解了呀。卞莹忍无可忍地替我辩解，刚刚是秋秋想办法救的我跟李大理，你就不要怀疑秋秋了。李大理嘿嘿一笑，憨憨挠头，是啊，得谢谢秋秋和陆老师。卞莹姐，你是常驻嘉宾。苏莹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，严肃看他，节目组的操作你比我们更清楚。你觉得丧尸王会不会就在我们中间呢？突然急刹，我攥住栏杆，蹙眉看向苏莹。季仙慌张跳起来，我靠！丧尸王是可以选择同化一个人的。阮秋秋，你不会把陆老师给同化了吧？下一秒，一巴掌拍在季仙的脑门上。卞莹翻了个白眼，你能猜得再离谱一点吗？
李大理继续挠头，想不明白。按照苏莹的意思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。陆清也靠着车座，淡淡开口。空气陷入了焦灼，连带着直播间的氛围都开始紧张起来。苏莹提醒了我呀，真的很有可能丧尸王就在他们之中。但是陆清也是免疫者没跑了，而且救了阮秋秋，阮秋秋应该没可能是丧尸王吧？别说，我脑子又不够用了。苏莹猜的确实应该有几分真，按照节目组上一期的风格，丧尸王确实有可能在我们中间。视线划过面前的每一个人，我的眉头越皱越深。丧尸王是领队的卞莹，预言必中的季仙，胡搅蛮缠的苏莹，憨憨呆呆的李大理，都有可能。而且还有一种可能，苏莹刚想继续说，我开口打断，其实比起狼人杀，我觉得节目最有看点的是相互猜忌，自相残杀。卞莹最后做了决定，禁止内讧，季仙开车去防空洞。车缓缓向防空洞的位置行驶，但车内的氛围显得很压抑，没有人主动开这个口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之后必然是导演组最喜闻乐见的一幕。车缓缓停下，没人下车。李大理突兀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觉不觉得奇怪？自从医院出来之后，经过超市，以及我们到了防空洞，一路上都没有丧尸。”又是长久的沉默。陆清也撑着栏杆翻出车厢，拿上枪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抿唇，拿枪跟上。身后的脚步声簌簌。防空洞其实就是大型的地下停车场，无灯无光，刚踏进去就感觉着在身上的热度降了下去。放眼望去，空旷无人。卞莹揉揉眉心，看样子没有丧尸，我们分开行动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讯息。行。李大理很配合的行动。季仙看看卞莹，又看看我，衡量了好一会儿，还是自己乖乖抱着枪走到了一边。我也出发在防空洞里找线索。剧情设置的防空洞原先就是逃难居民的暂时根据地，难免会落下些线索。刚找到一些散落的子弹，就听到不远处李大理的声音。我找到了丧尸的数据分析。我抬头走过去，是什么？丧尸王是丧尸进化的终极形态，拥有独立的思维意识，与常人无异。李大理向我走过来，为了让我听到，朗声读着。对了，这边还说，丧尸在黑暗的环境中靠听觉和嗅觉辨位的，安静情况下会短暂休眠。心口跳得有些不规律，我停下脚步。还有，当丧尸靠近丧尸王，进化的会更快，从原来受攻击减速到受攻击不减速，最后是受攻击加速。大理哥，我打断他的话，轻声，别出声。他一愣，停下脚步，与我相隔5米。防空洞的光线很暗，看不清远处，只能听到一深一浅的脚步声，是从安全通道过来的，在逐渐向李大理靠近。不能动，绝不能动。视线里，李大理灰色的身体轮廓一僵，握紧了枪。我的手也移到了弹匣上。踏踏踏，心脏跳到了嗓子眼，我轻点着脚向他挪了过去。直播间的氛围也紧张起来，丧尸还会进化，受攻击还会加速，这怎么玩？看阮秋秋和李大理的动作，他俩是想配合干掉丧尸吧？哎，苏莹也来了，大理哥，你身后有丧尸，小心！一声惊叫划破了安静。踏踏踏，丧尸的脚步声加快。李大理往身侧一闪，一枪崩在了丧尸的胳膊上。踏踏踏，丧尸的速度变得更快。我躲在墙柱后，支着枪，瞄准丧尸胸前的生命石。一颗子弹发射出去，而比我更快的是另一颗子弹，打在了丧尸的腹部。丧尸以我看不清的速度扑向了李大理。我一愣，看着自己的子弹，下一秒在丧尸胸前绽出花色，来不及了。然后缓缓倒下的是2个人。第一，防空洞里是刺耳的播报声：求生者李大理出局，丧尸王免疫者未出局。靠！节目组他妈玩真的！我蹙眉看向躲在墙柱后面的苏莹，胸腔的怒火有点按捺不住。苏莹、李大理、丧尸，刚刚的站位是一条直线。如果苏莹没有贸然尖叫的话，李大理压根不会出局。攥了攥拳头，我不打算理他，朝另一个方向走去，打算和其他人会合。刚走2步，枪口对上了我的生命石。阮秋秋，我们赌一把。苏莹挑衅地看着我，赌我开枪之后会不会播报丧尸王出局。他依旧怀疑我。我轻吃，枪口也抵在了苏莹的生命石上，可以试试看。苏莹面色难看，我冷眼看她，苏莹，你故意惊叫惹来丧尸注意，子弹故意打在丧尸身上引得加速，其实你的嫌疑更大吧？2种可能：一，你是丧尸王；二，你想栽赃我。像是被戳穿了心思，苏莹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我笑，那么就开枪试试吧。3、2、1，滴，又是一阵刺耳的播报。我一愣，手中的扳机还没有扣下。求生者卞莹出局，丧尸王免疫者未出局。直播间里几秒的安静之后，是疯狂的刷屏，靠！到底什么情况？我还在看俩美女撕逼呢，这变天后怎么就出局了？卞莹刚刚和陆清也一起，也碰到了进化后的丧尸。呜，我的大理哥哥呀，为什么是最早出局啊？等等，剩下来就是4个人了呀，
丧尸王到底是谁？救！季仙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看到我和苏莹拿枪互指的情形，愣了愣，弱弱开口：“救命啊！”我收回枪，对着季仙身后来了一发子弹。丧尸缓缓倒下，季仙腿一软，跪趴在地上，劫后余生道：“阮秋秋，你就是我的再生，他是丧尸王，他在拉拢你。”苏莹提醒。季仙的话还没说话，往角落里缩了缩，哭丧着脸：“能让我苟到安全区吗？”拉拢。我微微蹙眉，目光在苏莹和季仙身上流转了下，若隐若现的线索探了头。别吵了。陆清也背着枪逆光走来，打开安全区的密钥在中央大楼里，暂时达成协议，反正丧尸王的目的也是要拿到密钥，打开安全区。虽然暂时不知道是谁，毕竟车只有一辆，还是先合作，再撕逼。季仙哆哆嗦嗦地开车，不过1分钟要从后视镜看我800回。我挥了挥枪杆，吓唬道：“不好好开车，一枪崩了你。”看出来了，季仙有点想哭。骨节分明的指尖在我的枪杆上敲了敲，陆清也微扬下巴，示意了下后视镜的位置。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红点在眼前异常刺眼。我好像有点得意忘形了，还能补救吗？提一口气，我收了收双下巴，冲着摄像头微笑：“误会了，秋秋我呀，若柳扶风。”季仙、苏莹、陆清也轻笑一声，看向道路两侧，若有若无的嗓音顺着风飘过来：“鲁智深来了，都得递根烟。”我直播间一反常态的没有群嘲，但是为毛我觉得阮秋秋这样有点可爱？哎呀，青野哥哥好宠啊！我是独唯，呜呜磕了。车缓缓停下，季仙率先跳下车，到了。我的手没有离开过枪，跟陆清野尽量保持水平线，时刻提防着冲出来的丧尸和猜不到身份的丧尸王。密钥在最顶楼14楼的办公室内，光线充足。季仙和苏莹抢在我们面前冲了过去，密钥瞬间到了季仙手里。我一怔，看向密钥，身边的陆清野也蹙着眉。季仙护住密钥，视死如归，不可能把密钥给你们的。对峙了几秒，陆清野转身，先出大楼吧。中央大楼只有14楼，最开始我们是坐电梯上的顶楼，现在自然而然也要坐电梯下去。季仙又开始念叨，应该不会这么顺利吧？话说，丧尸会坐电梯吗？叮，电梯门打开。一整个电梯箱的丧尸涌过来，忍无可忍，我趁乱一脚踹在了季仙的屁股上，妈的，真想把他给毒哑。去安全通道。手腕被攥住，陆清野嗓音低沉。消防通道的大门锁上，我们在楼梯间气喘吁吁。季仙揉了揉屁股，哭丧着脸：“为什么丧尸还踹人屁股啊？我该！”直播间里笑疯了，哈哈，阮秋秋那一踹真的深得我心。季仙这个乌鸦嘴，换我也踹，哈哈。等等，苏莹呢？视线掠过整个消防通道，只有3个人，而消防通道的大门在不停地被丧尸撞击着，指甲划着铁门的声音异常刺耳。很久，依旧没有听到苏莹出局的播报。靠，密钥不见了！季仙摸摸口袋，慌张起来。苏莹不会是丧尸王吧？我只觉得脑袋疼，拿不到密钥，就注定我们离不开这栋大楼。起身去找他吧。1层楼是有2个消防通道的，这边被丧尸堵住了，那另一边应该是可以进入的。季仙说自己腿软，躲在了消防通道里不肯出来，只剩我跟陆清野去找密钥。我们下了1层楼，穿过13楼的办公区，从另一边上了顶楼。果然没有丧尸堵门，有2个办公区。我指了指东西的方位，你去那边，我去这边。陆清野犹豫片刻，便点头。要不怎么说导演组鸡贼呢？我刚到东边的办公区，就碰上被丧尸追得跌跌撞撞的苏莹。看样子他没子弹了。修罗场之下，救还是不救？这是一个值得剖析人性的问题。阮秋秋，你瞎吗？快开枪啊！苏莹大叫。估摸了下他身后丧尸的数量，我扭头，我瞎。转身进了办公室，苏莹的求生意识很强，立马跟在我身后闪了进来。办公室的门关上锁死，门外的丧尸堆叠贴上来。透明玻璃上印满了大大小小的蝎手印，还有黏糊糊的蝎眼球。苏莹平复了下狂跳的心脏，现在怎么办？密钥给我。不可能。苏莹靠近门口，警惕地看我，如果你敢乱来，我直接开门，我们2个一起出局。感受到她自始至终的敌意，我只能挑了个真皮老板椅坐下。苏莹，没必要针对我，就像我从来不会认为你是丧尸王，哪怕只剩4个人了，我依旧不怀疑你。她一愣，我继续开口，但密钥我得拿。阮秋秋。苏莹嘲讽地笑了，你不继续装傻白甜了？看了眼4个角落的红点摄像头，我有点尴尬。实时直播，这人设说崩就崩，春姐在手机前牙都要咬碎了吧？阮秋秋，你这人真的很讨厌。我今天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选择你是个错误的决定。苏莹咬牙切齿，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气势。我那么努力，为什么没人看到我？我做好一切，凭什么春姐她选择你不选择我？明明她说过我是最优秀的那个。门外的丧尸不动了。喉间的低吼没有了，贴在透明玻璃上的道具眼球变成了赤裸裸的耳朵，眼中透露着求知的欲望，仿佛在说：谁呀？谁呀？
丧尸也逃脱不了八卦的命运嘛。网友们疯狂地刷起弹幕，春姐是阮秋秋的经纪人吗？啥情况？我知道，很久之前，阮秋秋和苏莹都是黑资本公司的，春姐是他俩的经纪人，后来高额违约金解约，只带走了阮秋秋。我靠，我说春姐怎么这么耳熟？她很久之前不是当红小白花乔杉的经纪人吗？看着苏莹通红的眼睛，我沉默不语。当年乔杉跳楼后，春姐消沉了很久，被公司召回来带我跟苏莹。那会儿我们也拿2000的工资，但春姐对我们很好，也就没受什么苦。再后来，高层惦记上了我，春姐怕我的下场跟乔杉一样，便立马出了高额违约金，带我出去单干。她带不走2个人，苏莹就成了留守爱豆，也就造成了后来苏莹删了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反目成仇的局面。好在苏莹聪明有野心，也会隐忍，黑资本一倒台，立马被新公司看中签了约。说来我对苏莹还挺亏欠，春姐一直挺想见你的，我开口，节目录完要不要吃个饭？我不稀罕。苏莹扭过头去，眨眨眼，眼眶更红了，哽咽道，我就是要让你们看见，当年被你们像破抹布丢在一边的人，今天也可以混得很好。我神情复杂，倒也不至于像破抹布，你根本不懂。苏莹抹了把泪，冲我吼道，春姐明明说过的，永远不会不管我。她没有不管你。我叹一口气，不然你以为换了负责善良的经纪人，一次次拿到不匹配的资源，一路走到现在这个位子，真的是你自己运气好吗？苏莹一愣，眼泪半挂不挂在睫毛上。你把他删了，他也不好意思再找你。苏莹吸吸鼻子，又觉得委屈，你们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来的，我知道。我揉揉眉心，那个叫荧光的粉丝头子，就是春姐的小号。苏莹一懵，那秋叶是我的小号。我举起手，并非自愿，春姐拉我过去的。苏莹撇撇嘴，又想哭。我叹一口气，看着外面贴在玻璃上有些动容的丧尸们，问苏莹，要不抱抱？谁要跟你抱？苏莹傲娇地转过头去，但身体不自觉地向我靠近。我还生气呢。直播间的众多吃瓜群众热泪盈眶，开始磕起了 CP。摸摸他的脑袋，我笑，那就好。什么那就好？下一秒，打开安全区的密钥就落到了我的手上。我拿起枪，与他隔开了一个位子。我很好奇，季仙是免疫者吗？直播间炸了，阮秋秋啊，我哭死。这个时候怎么还想着丧尸剧情啊？呜呜，真爱了。荧光和秋叶的超话等级都是18呀。我现在磕姐妹情。什么姐妹情？没看见苏莹都要被气死了吗？还是青野哥哥这一对更大？苏莹反应过来，红着眼瞪我，阮秋秋，我去你！节目组自动消音，是不是在医院的时候季仙被攻击，但没有被感染，所以你认为他是免疫者？苏莹看了看自己没有子弹的枪，阮秋秋，我讨厌死你了！办公室的门打开，丧尸大部队涌了进来，我连开几枪，看着苏莹被丧尸包裹。第一，又是刺耳的播报：求生者苏莹出局。丧尸王免疫者未出局。我边走位边开枪，苏莹哪怕不说，我大约能猜到一点点，怪不得他总认为我是丧尸王。原来是在医院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确定了季仙是免疫者的身份，而我作为感染者却状态异常，且消失一段时间，自然而然就是怀疑的头号对象。丧尸王是谁？免疫者又是谁？或许我们都漏掉了一个细节，被袭击者不被感染，就一定是免疫者吗？丧尸太多，幸好陆青也及时赶到，轻杀掉最后的丧尸。我们一起去楼道找到了季仙，他苦着脸，我听到苏莹出局了，就剩我们仨了。陆青也点头，是的，实在不行，现在把我一枪崩了吧。季仙瑟瑟发抖，3个人的狼人杀，我感觉我玩不过你俩。陆青也轻笑一声，不语。我拍拍季仙的肩，或许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苏莹猜的是错的呢？丧尸王不在我们之间。真的？季仙眼睛一亮，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那说好了呀，不准杀我，我给你俩开车。我点头微笑，好，不杀你。3个人坐一辆车就显得空荡荡的了。带着全直播间的希望，我们的车在安全区前缓缓停下。巨大的铁门和电子屏滚动着欢迎回家的字样，顶着乌压压的云，还有种末日里的希望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要胜利了吗？陆青野的手摊在我面前，走吧。好，我点头，枪口抵在了他的生命石上。陆青野一愣，轻笑一声，举起双手。陆老师，其实从一开始我都没怀疑过你。我抿唇，他微微扬唇，眉眼间挂了少许的浅浅淡淡的笑意。我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免疫者，这是承认了。季仙瞪大眼睛，靠！陆老师，你藏得好深。直播间懵了，就是说结局的时候来个这么大的反转。呜呜，好刀啊！彼时携手作战，此时互相残杀，是心痛到不能呼吸的程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又气又不爽。陆青野也确实没承认过自己是免疫者，但看着我误会，他都不辩解，耍我玩呢。陆青也没有要拿枪的意思，懒散地举着双手，开枪吧。季仙在一旁抹泪，呜呜，我舍不。砰！滴，播报声刺耳，丧尸王出局，免疫者未出局。
姬仙的话卡在喉咙里，看着陆清野倒下的身影，一脸震惊地转向我，阮秋秋，你好无情。我收回枪，把密钥递给他，赶紧的，我饿了，速战速决。姬仙，密钥被放在电子锁屏上，安全区的门缓缓打开，伴随着耳边姬仙激动的絮叨，我脑子里只在计划着100万奖金的用处。至于陆清野，他连丧尸王的身份都是骗我的，那分的钱自然也不作数了。哈哈，那我就等等，为啥要分他钱来着？滴滴滴，刺耳的播报最后响起，安全区被攻陷，全体求生者出局，免疫者出局。姬仙瑟瑟发抖，看我，阮秋秋，你是不是被丧尸王同化了？我彻底怔住。滴滴滴，同化者幸存 ，MVP 丧尸王。妈的，丧尸围城的综艺录制结束，我的心情很不好，当然是因为煮熟的100万飞走了。啊，100万啊，我哭死。卞莹过来安慰我，没事，秋秋，你能走到最后已经很厉害了。李大李挠头，是啊，我和卞莹姐在半路就出局了，哈哈。对了，提到陆清野这个混蛋，卞莹愤愤开口，敢指挥丧尸攻击我，他还想不想在圈里混了？陆清野微微颔首，抱歉，卞老师，我不在歌坛混。干，好拽好嚣张。我内心暗骂了一句，盘算着这次不能投票清冷兽了，我要票一个混蛋兽。阮老师，陆清野看过来。啊，他似笑非笑地看我，阮老师的小号是秋叶。我内心一咯噔，突然觉得头皮发麻。这个小号好像不仅在苏莹那儿蹦跶，也是陆清野和某个猛男 CP 超话的粉丝头子啊！完球，掉马了。阮老师，不解释解释。我硬着头皮开口，那个，下次帮你票一下美人工，行不？陆清野终于被导演组叫走了。我舒了一口气，又看见苏莹，她肿着眼睛，红着鼻头出来，看到我，半天扭捏过来，那个握手言和吧。我笑着打掉她的手，什么时候绝交过？啊，阮秋秋，我讨厌死你了！录完综艺，我就发现自己涨粉涨了200万。杀青宴上还被拍到和陆清野靠得太近，传出绯闻。然后陆清野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发了微博，没谈，再追。看着自己的帖子下面喊的一票嫂子，我关掉手机，神情复杂的看向靠在沙发上的陆清野，才确定他没开玩笑。你不觉得一场综艺太草率了吗？不草率，你的每部综艺我都追。我在姐姐的厨房里，陆清野是观察员；在进击的衣橱中，陆清野是时尚点评导师；再看看远方的活动中，这还是他赞助的。我陆清野故意抢我 MVP 的奖金，谁教你这么追女孩的？前辈，我咬牙切齿，前辈还教了什么呀？他起身凑近，圈住我的腰，垂眸过来，前辈还说了，要主动点，